中共这些年来大力扶持发展新能源汽车，并且提供大量的补贴，这催生了大量中国新能源汽车公司。虽然新能源汽车看着似乎是高科技满满，但却时不时地出现各种故障。在2025年新年之初，一名河南郑州男子在视频中向比亚迪发出感谢之语。他于2021年买的比亚迪 Type Plus 电车，这车才开了3年，就出现车前杠脱漆、后尾灯进水、中控板内装起皮等多个问题。男子在视频中感谢比亚迪。本人乔金龙实名感谢比亚迪王朝，感谢比亚迪王朝郑州驰华4S店，感谢比亚迪。车前杠脱漆给我重新喷了，后尾灯进水给我免费换了，轮胎内衬给我换了仨，其中一个是我自费，因为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它还能索赔。座椅也给我换了仨，空调压缩机给我换了，半轴异响也给我换了，中控板内饰起皮给我的手割破了2、3次也给我换了。最重要的，右后门生锈给我重新喷了，左后门锈穿给我换的新的，你说我是不是得感谢？这是他附上的汽车出故障的照片。2025年1月9号早上，正值上班高峰期时间段，比亚迪王朝和海信 App 都出现网络故障，解锁车辆和语音唤醒功能都失灵了，这导致中国多地上班族车主们的车辆都不能开动，出行计划都被打乱了。应用手机开关车门非常的方便，很多车主习惯了不带车钥匙，有些车主只能改用 NFC 钥匙，或是用备用的传统钥匙启动车辆。有人上班只能用其他交通工具，有人为此上班迟到，车主群里一片抱怨声。有网友说，送小孩上学想打开空调预热的，才发现连接超时。有人问王朝 App 崩溃了吗？有人回应，西安这边王朝网好像也是用不了。一名杭州比亚迪车主表示，他一早出门打开手机，发现比亚迪的 App 无法连接，他因此无法开启车门，只能是步行上班。一名比亚迪工作人员当众展示该汽车隔音效果，结果意外却出现了。这是我们的比亚迪的一个汉音量，可以看得到啊，其实主播我们这个声音的话是非常那个安静的。这名工作人员被困在车的后备箱里出不来了，只能尖叫。视频字幕讽刺地说，比亚迪这波广告做得不错，国产汽车遥遥领先。也有网友表示，不仅隔音还能隔身。那么对于新能源汽车屡屡出现问题，这名女士说，我们刚才从小鹏的售后服务出来，今天感受到了新能源车的真相。我们以为花了10来万买的车，起码这是一个大件儿，起码咱能开个7、8年的时间，咱预期不高。没想到才开了4年不到。今年保养的时候，先是说我们的底盘坏了，有个洞，修的话呢要花6万多。过了没1个月，又发现导航的屏幕用不了了。今天说是 GPS 坏了，我又没碰它，也没摔它，好好的它就坏了，修要1万。这名女士表示，她丈夫说这1、2个月算是知道新能源车的内幕了。人家压根儿呢就没有想让你开太久，开了4年多，就让你这坏那坏，修不划算，不修让你难受。目的呢就是让你4、5年就再加钱去换一个新车，促进消费。咱以为自己10来万买了一个车，其实是买了一个手机，4、5年呢就得被迫换一台。老百姓真是很难，咱不经历，咱也不知道它的真相。隔行如中共大力推出新能源汽车，说这种车不用汽油，充电很省钱。一名男子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电动车是否真的省钱。
哎呀，这开电车回家，这就是折腾啊！第4次充电了，一次充电100多，最贵的一次理想超充收了180，充了100多电，跑个300多公里。结果呢，你说1000多公里充了4次电，每一次还要等个1个半小时。如果是开油车的话，早就到了。现在都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估计还得开3个小时。我就给你算一个数字吧，你1000多公里，你开油车的话，也就7、8个小时。你这个1公里的话，你就算它7毛钱，700块钱。但是电车的话，你说你充个4次电都已经7、800了，那你得等个6、7个小时。你说划算不划算嘛，兄弟们？对此，有网友表示，很难想象大乱时开电车跑路的，有一种特别的搞笑感。也有人指出，现在政策又变了，鼓励燃油车。这韭菜收割完了，刀法精准。2024年4月，旅美时评人李牧阳在 X 平台转发一则视频，并配文说，中共国人工智慧的北京汽车开始了人生巅峰的自动驾驶。咦，是什么改装的？这是要飞上天，还是带电风扇或洗衣机功能？有网友指出，这样的党如何作战呢？太好笑了！一名华为智界 R7 的车主对华为智驾心有余悸，他在视频中展示车用影片。华为智界 R7 在高速公路上开启智驾，当和另一条高速公路并路时，智界 R7 根本不管后面有没有车，横着就插过去了。后来可能发现自己后面有车，又来个急刹车，结果后面的车差点追撞上。车主感到很后怕，如果遇到的是大货车，恐怕人和车就全没了。看到哈，那是快速路上砸到上主干道，看到那个变的，直接锁过去，看到没得？好多车子，来刹停，看到没有？再回去看看后方。看到后方那个车子啥子状态？看到没得？看到，好吓人，好吓人！虽然华为喜欢标榜自己是遥遥领先，但这个司机却用他的惊险经历，把华为智界 R7 的自动驾驶技术的牛皮戳破了。中国大陆软体技术人员李先生向海外中文媒体表示，现在无人驾驶技术已变成中共的一项国策，国家要大力发展这个方向。所以说，它可以在这种安全性和个人保护上还没达到要求的情况下，允许造车的企业去进行无人驾驶技术的测试。李先生说，因为自动化驾驶需要软体的技术是很高的，在数据处理、数据采集上实时性要求非常高。而中国高性能的晶圆技术都是从西方进口的，中国的软体技术从总体上来说也达不到西方的这种水平。他指出，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实验场。中国现在至少有16个城市允许自动驾驶上路测试，而中国人也沦为自动化驾驶测试的小白鼠。这个视频就形象地体现出车主对自动驾驶的真实心态。将超车，推出至手动驾驶。如果说上述情况算是有惊无险的话，下面这对夫妻的遭遇就让人捏把汗了。山东一名男子陪着快生产的妻子赶往医院，结果出现了下面让人震惊的一幕。我车还有51分钟才能开，谁来救救我？一点反应没有，堵在路中间。我老婆马上要生了，去打车，车不要了，放那儿吧，你没有办法。帮我采访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忍着一直开了一直的疼痛，还得走着去打车。我明明有车，车就是动不了。
我每走一步都是我的天哦！感谢一下李想吧。原来该男子的理想汽车有一个夜间更新的提示，他可能在某次操作时不小心点到了更新，万万莫想到理想车系统开始更新，要50多分钟才能结束。他联系24小时客服，被告知这个更新无法中断。妻子就要生了，他只能带着妻子打车去医院。该男子表示，因理想车更新不能开，这件事发生的有点突然，他妻子当时情绪波动，又赶路快走了几步，导致胎心猛飙220，本打算顺产，后来只能剖宫产，好在母女平安。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说，我有次打车遇到过这个情况，不光堵住我们小区唯一一条车走的路，还让我迟到，还多收了我5、6块钱时长费，更新了10几20多分钟吧，投诉客服了，退了多收的钱。也有人认为，现在的所谓新能源车其实就是人工智障。下面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佐证。新能源车频频自燃也是众所周知的。2025年1月，新年伊始，一名车主的新能源车突然发生自燃，车主和其他人一共喷了20多瓶灭火器，也莫能灭了火，只好让车继续烧。说到新能源车频频出现各种状况，就不能不说它的宰客手段。2024年8月29日，据湖南芒果都市报道，网约车司机戴先生于2021年7月1日在湖南威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花15万元买一辆枫叶 80V 新能源汽车。2024年5月和8月，厂家2次通过后台 GPS 远程锁闭了他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口，并限制机扭矩，让他的车不能正常充电。戴先生才知道自己买了车，但电池竟然不属于他，而是要和一家名为易换电的公司买电池服务。他说，如果当初知道这个情况，就不会购买这台车了。戴先生表示，当时他贷款买了这台车3年把那个贷款还完了，厂家突然告诉我说这个电池不是我的。戴先生表示，觉得这个事太离谱了，而且厂家说只有把换电协议签好，才帮车主解开。但易换电的合同上没有一条是对车主有利的，是霸王协议。戴先生说，厂家锁我们充电的原因就是逼着我们跟易换电签协议。我们都是选择在低谷电价的时候充电，大概每天就是20到25块钱的电费。如果签订换电协议的话，我每天跑300公里就得要90块钱的电费。除了按03元每公里的计价方案，易换电公司也给出租赁电池或买断电池的方案。第二个方案是车主每个月付798元的电池租赁费，第三个方案是一次性买断电池，大概是4万到5万元。重庆瑞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代表指出，车主们被卖家给骗了。他们已经要求经销商必须和客户说清车子和电池分离的情况，但车主们提供的合同里却没看到相关内容。成都市也有几百名网约车司机遇到同样的事，他们说买车时没有被告知电池的问题，等手续办完后才知道没有电池的拥有权，现在要支付5万元电池钱，不然就会被远程锁电锁速。车辆已限速，及时支
对此，有网友指出，电车厂家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？想断电后台就可以锁，限制充电，真的很恐怖。就连中共地方政府都要借机开油。2024年11月13日，有黑龙江省鸡西市网友披露说，当地的新能源出租车要司机增加1元人民币燃油附加费，但司机们却没有任何社会保险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司机的租车价格高达130元至220元人民币一天，而且还被要求下调起步价。当地政府这一要求引发了很多司机们的不满，他们把出租车停在政府大楼前，大声抗议。下面这个视频就更搞笑，因为一名网友在中国某地机场抓拍发现，中国长城汽车创始人、董事长魏建军竟从一辆豪华型劳斯莱斯车上下来。不敢想象啊，长城的魏总竟然从大劳车上下来了。不得不说，造车是工作，大劳才是生活呀。网友表示，自己在造车，自己也知道外国车才是真正的尊贵优雅，然后自己也看不起自家品牌，不搭自家车。也有人说他们骗傻子，可他们不傻。还有人对比马斯克说，马斯克的座驾就是特斯拉。看来就连中国汽车创始人都不相信中国生产的汽车，那些买不起进口车的中国百姓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开国产车，而中共也在想办法让中国民众买新能源汽车，却并不关心他们的人身安全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